一个鼻孔进水，一个鼻孔出水的这种惯洗，只有这种方式才能把我们鼻子里的鼻涕充分的洗出来，才能改善因为鼻涕淤积引起的鼻塞。大家好，我是卓正医疗耳鼻喉科的张文娟医生，今天咱们来讲一讲洗鼻子。熟悉咱们卓正的客户常常说，卓正医生有3宝，其中名号最响的可能就是洗鼻子了。但是我在线上问中总会遇到这种情况，孩子鼻涕多，鼻子堵得难受，晚上早上总是喉咙有痰，频繁的咳，家长也感觉到好像是鼻涕倒流引起的，但是又很纳闷呀，张医生，我已经给孩子洗鼻子了呀，怎么没有效果呢？再一细问，原来家长说的洗鼻子是这样、这样还有这样的。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些洗鼻子的方式呢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进入鼻腔的水太少了，太温和了，没有办法起到一个充分的洗鼻作用，最多只能起到一定程度的稀释鼻涕缓解鼻腔干燥的作用。而我们医生强调洗鼻子的时候，通常指的是一个鼻孔进水，一个鼻孔出水的这种惯洗，只有这种方式才能把我们鼻子里的鼻涕充分的洗出来，才能改善因为鼻涕淤积引起的鼻塞，还有因为鼻涕倒流引起的咳。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种惯洗的方式呢？先来看一看视频效果。大家想象一下，大多数时候呀，咱们的鼻涕都是黏糊糊的堵在鼻子里面。如果只是用水雾这样喷一喷，打湿一下，指望这样粘稠的鼻涕自己流出来，还是挺不容易的。如果采取喷雾的办法，咱们喷完鼻子以后呢，往往还需要再用力擤几下鼻子，或者使用吸鼻器，鼻涕才能真正的排出来。而只有用惯洗的方式，一个鼻孔进水，另一个鼻孔出水，这样的水流才能把咱们鼻腔深处的鼻涕充分的冲洗出来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洗鼻子。这么冲洗，孩子的鼻子能受得了吗？鼻黏膜不会被洗坏吗？其实洗鼻子这个事情跟咱们洗脸、面部清洁差不多。对于小宝宝一般的肌肤，不油不干，也没有什么皮肤问题，那咱们就每天清水洗一洗就行，甚至偶尔有一天忘了洗脸也不要紧。那对于油性皮肤的成年人比如我就是油性皮肤，就需要每天用清洁力比较强的洁面产品才可以，不然呢，过多的油脂堵塞毛孔，很容易引起皮肤出问题。而对于一些有化妆习惯的人，有时候还要使用卸妆产品来进行更充分的一个清洁。那咱们洗鼻子呢，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健康状态下的鼻子通气特别好，也没有特别多的鼻涕，完全可以不去洗它。咱们鼻子呢，其实本身有一定的自我清洁功能，鼻黏膜表面的粘液塔会持续不断的把脏东西带走，让我们的鼻腔呢保持清洁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。当我们的周围空气环境不是很好的时候，比如说在灰尘比较多的地方，北方的沙尘暴天气时，南方的雾霾天里，或者是发现小孩子鼻屎比较多鼻子里脏兮兮的，这个时候可以使用比较温和的方式来清洁鼻子。比如说，确实可以时不时的用海盐水喷雾来轻轻的喷一喷，喷完了轻轻的醒一醒，让海盐水把鼻子里的脏东西给它带出来就可以了。但是在感冒鼻炎鼻窦炎这些鼻腔的炎症发作期间，咱们的鼻涕源源不断的产生，积攒在鼻子里很不舒服，那确实需要用更充分的方式去洗鼻子。大孩子还有成年人呢，可以使用水流式的洗鼻器；一些很小的小宝宝呢，可以使用注气式的洗鼻器，还可以去医院做负压洗鼻，又叫做鼻窦负压清洗。如果实在不能接受这种一个鼻孔进水，另一个鼻孔出水的这种鼻腔惯洗的，咱们再考虑在家里用海盐水喷雾喷洗，配合吸鼻器吸鼻涕等等这可以作为一个折中的办法。在这样一些情况下呢，感冒了鼻炎发了鼻窦炎洗鼻子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辅助治疗措施了。充分的洗鼻子对控制这些炎症、改善鼻塞鼻涕的症状是很有好处的。等咱们的炎症慢慢的好了，鼻涕越来越少了，症状减轻了，那就又可以慢慢的把洗鼻子停下来了。按区洗鼻才是我们洗鼻子正确的打开方式。当真正需要洗鼻子的时候呢，咱们的鼻黏膜并不会被洗坏。就像孩子的皮肤脏了，真正需要清洁的时候，咱们用沐浴液认真的给孩子洗洗澡，并不会伤害孩子的皮肤，是类似的道理。如果刚好解答了你心中的疑惑，可以为我们点亮小心心吗？让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这段视频，打消对洗鼻子的顾虑。